你看他纤细的锁骨，微微耸起的肩膀，瘦削的背，他的脸颊、嘴唇，他脸微微上扬，却是专注、开放、谦卑的感觉，甚至是一种纯净、神圣的感觉。这样的神情，我们好像没有在别的雕像上面看过。而且一大重点是，它身上大面积的覆盖着漂亮的花纹。杂志上说呢，这些花纹是刺青或是疤痕艺术。疤痕艺术就是一种比刺青更深、要愈合更久的一种。看照片不是很明显，但是当我看到它的雕像的时候，非常的确定那个是疤痕艺术，不是刺青，因为实在是太深了，甚至让人有触目惊心的感觉。这些他身上的花纹真的是最令人震撼、最令人离不开眼睛的，但是同时又不太忍心看。那当你好不容易把视线离开它的时候，那些痕迹却好像又已经刻在你身上的感觉。它是少年瓦斯特卡，它是瓦斯特卡地区最重要的精神象征。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一开始觉得它毫不起眼，完全没关系，因为我也是不小心来到他家乡的博物馆，看到他的复制品，才突然被他的美重击。不然他早就在我某一期杂志上，但我完全不知道他是一个特定的杰作，以为只是一个路人。我也是看到他的复制品，我才知道他的本尊是在墨西哥城的人类学博物馆。我目前虽然只去过可能7次，但是对他真的毫无印象。我觉得在那个人类学博物馆众神碾压的一个地方，他的存在感远低于0，一点印象都没有。我第一次听到瓦斯特卡是不小心来到他们范围内的村镇，然后先认识了瓦斯特卡的美食。Tamales Huasteca Enchilada Huasteca 超级好吃，还有 Huasteca 地区绝美的山水，这边充满了超现实一样的清澈的河流跟瀑布，还有很神秘很深的洞穴，几乎很少外国观光客，但实在是太美了。那这一次是我第3次来到瓦斯特卡地区最接近少年瓦斯特卡的家乡，但我也是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哇，有一些广场叫做瓦斯特卡少年广场。我后来才发现，指的瓦斯特卡少年是他，不是什么青年广场。然后有很多奖状啊，奖杯上面的也都有他的样子，我才发现他有多么的重要。然而呢，瓦斯特卡的文化或考古，虽然他们说非常的独特，但是我怎么看就是觉得说，这些雕像好像看起来特别的简单，跟别的古文明比起来，真的一开始不太显眼，但是他们却说在艺术史或是国际上，他们有非常独特的地位，甚至是这一尊神话，它的正面是生，背面是死，长期都在纽约的某某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文物。那还有这一尊也是瓦斯特卡文化的，俗称墨西哥维纳斯，它的美真的是不用解释，非常的写实，而且它身上也有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艺术。好了，虽然一开始我不是很了解瓦斯特卡地区的艺术到底是厉害在哪，但是他们总给我一种纯净感，就是那种你放在家里会觉得很耐看的石雕。当初购入这本杂志也只是好奇，想知道瓦斯特卡到底是多么的纯净，所以我一直也只看了前面几页，就没有再翻下去。我一直以为这一集会是我做的最绝美、纯净的一集，结果大错特错。我们先再来近看一下瓦斯特卡少年，为什么一个文明最重要的杰作精神指标会是一个小小的纤弱的少年，而不是一个神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呢？他虽然有玉米神的特征，他当初也是在一个很重要的祭坛上面被发现的，但现在大家仍然昵称他为瓦斯特卡少年，而不是玉米神。
而且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当初创造它的艺术家也是根据一个人来创造他的形象，他既没有壮硕的肌肉，也没有巨大的鸡鸡，也没有华丽的穿着，也没有吓人的武器或是表情，但是在这样几乎是刻意的易碎跟脆弱之下，反而有一种更动人的东西。一个如此清澈的少年，我当时就想说，瓦斯特卡的艺术之所以会感觉特别的纯净，应该是因为它跟这些山水这么的接近，然后瓦斯特卡的文化一直没有一个超大强权出现，所以也许它的艺术表现比较更接近真实，而没有一种操弄权力或是故意要黑给人的目的性。我觉得这些应该还是成立，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先念一下我当初整理的。我说水跟山是永恒的谜，巨大的力量。像我们到大自然里面总是忘了斗争，不论所有年龄的人都变成了少年，放松、谦卑又敬畏，感觉自己重新即将前往哪里，变成什么，或其实现在就已经完整了。这个青少年不是扭曲、不安、阴暗、躁动的。少年背着小朋友，可能代表责任。他往上看，没有明显要攻击什么，但他有他守护或向往的东西。他站稳，阳光洒下，树影跟自己身上的花纹融为一体。当初以为整理这样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随着我后来深入他家乡的废墟，还有看了考古杂志后半段，我本来的论述几乎无法继续下去，所以我又花了一些时间整理消化，最后才终于可以完成这部影片。深入废墟，我选了一个舒服凉快的阴天，准备要造访他的老家废墟，也是瓦斯特卡地区最重要的2个遗迹。这2个遗迹，当初我在照片上看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第一个是几乎没有人，而且很多圆形的地基，然后绿绿茸茸的青草地，在照片上我就几乎可以感觉到地方雾气还有宁静的感觉，然后四周都是山还有河流环绕。那天我天刚亮就出发，然后一路问人等公车，很顺利的到了那个小村落，然后在市场吃了早餐，遇到人很好的司机，然后前进到废墟，见到前几天我已经约好的考古学家，他要带路，因为那边范围超大，步道还没有整理的很完整，所以一定要有人带着，不可以自己乱走。我们慢慢的走，刚踏上那个最重要的祭祀广场，看到那些圆形的地基、绒绒的草地，还有细致多彩的鹅卵石镶成的祭坛，而且那边很多一座一座隆起的小山，其实也都是金字塔。当初以为这边没有很巨大的建筑，王权神权的建筑，但其实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只是也就还没开挖出来，才在祭祀广场的入口而已。考古学家就指着地上的一滩石头说，这里以前是一个 ofrenda 放祭品的地方，也发现一个女生的遗骸，在她身边呢发现了52个箭头，那其中一个箭头还卡在她的脊椎里，尖端深入骨髓，那另一个是卡在她的骨盆里。那因为是52个箭头，所以推测是当时因为每52年会有一个重要的他们大年历的太阳祭典，所以这当时应该就是带来丰收的神圣的献祭。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射箭 flechamiento， 因为他们很喜欢活人献祭，那其中一种就是把人绑在一个地方，然后四周围着很多战士，然后射箭让祭品死掉。这些箭其实也代表着太阳的光芒，所以是献给太阳的。那个人其实应该瞬间就会死掉了，因为你看箭头卡在脊椎脊髓，那其实1秒内他就死了。虽然不是第一次听到射箭牺牲这个仪式，但是此刻我完全没有预期，而且就在现场突然听到，真的是万箭穿心的感觉。
很难想象，我脑子里的画面就一直是52个壮硕的大男人，然后呢对着一个绑着的女生用力的射箭，然后旁边大家观礼，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虽然当时大家觉得理所当然，而且我当然马上就想到，我本来以为的淳朴善良的村民们制造出的美妙的艺术，竟然是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下面产生的。虽然这一些习俗在所有中美洲都是共有的，但我显然本来想的太天真了。这些作品里所谓的纯净均衡的美，那到底是来自什么呢？神圣纯净到底是什么呢？每一次讲这些古文明好像很残忍的事情，其实我都会一边的回想，因为其实现代不管是长期的家暴、凌虐致死，或政治造成的战争饥荒，死了几十万人，以前的人不见得比较低下，他们当然知识水平很低，但是通常考古论述里不会直接去评价他们的道德，因为那是一个完全不同时代的价值观。而且当初他可能处在一个醉酒或是一个迷幻比较接近神的一个精神状态，而且他自己可能也很相信能为世人带来丰收，或是让宇宙继续和平的运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仪式真的特别难接受，而且性意味非常的强，非常难接受跟性意味非常强这两件分开的事情。总之就是特别的让我放在心上，所以当时我就继续在废墟中跟着考古学家走，但是胸口一直觉得闷闷，每一步都在想这件事情，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在想，到底这件事52年的大祭典，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带有末日跟恐慌的一个纪元重启的时刻，因为当时的人可能平均年龄顶多40而已，所以代表参加祭典的所有人当中，可能只有1、2个根本不记得上次祭典是什么情况的老人家有参加过上一次祭典，那几乎就像是一个千禧年般的神秘重大的时刻。太阳跟众神都可能会用你们献祭的品质决定他们是否要继续照顾你们这些人类，他是否要继续很累的让这个宇宙运转，所以有这样的仪式是可以想象的。但老实说，我也不相信这样的仪式是52年才发生一次，而且也的确不是。而且这个女生是谁啊？她不是凭空出现的一个人欸，我直觉来看，平常他们很可能是战争的时候去抓别族的人来当做人参，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仪式里可能是精心挑选的一个本地人，所以他是现场参与仪式的很多人的可能是女儿、兄弟姐妹、情人，甚至母亲，或尽管只是邻居或者好朋友，他们到底怎么目睹这一切发生了？而且对他们来说又是合情合理的，符合全体利益、宇宙运行的真理。后来我也在影片中又看到，其实这位瓦斯特卡维纳斯当初可能也是用来献祭的，因为他有被刻意破坏完丢到水里去，那可能就是献给神的意思。那也极有可能伴随着活人的献祭还有肢解的仪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瓦斯特卡这个自3000年前就延续至今的古老文化，超级重口味，说不定你会喜欢。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把这一切收束起来。瓦斯特卡 style， 一个在殖民初期很重要的史家 Bernal Diaz， 他一向都是很诚实直白不经修饰的记录他当时看到的印第安文化，但是连他都说实在是不想污染您的耳朵。瓦斯特卡文化的地区大约是在墨西哥湾中北部。瓦斯特卡语虽然明显跟玛雅语同源，但是它在西元前1500年就明显的已经独立出来了。它的文化跟所有其他古文明也都有很明显的差异。虽然一路上它也受很多重要古文明 Teotihuacan、图拉还有美西卡强权的影响，但是这些都没有破坏瓦斯特卡文化原有的个性跟艺术。
当14世纪阿兹提克帝国强大起来的时候，瓦斯特卡地区的城邦也战败，然后变成他们的隶属国，也进贡给他们。但直到西班牙人来的时候，这些瓦斯特卡的城市都还很活跃，那他们的文化跟民族甚至都延续到了今天。瓦斯特卡没有超大强权，都是属于城市联邦，主要都分布在海拔1000以下的热带海岸、平地、冲积平原跟山路地带，以玉米为主。外地人都称他们居住的地方为食物之地，物产丰饶。而且他们主要都是用油耕，就是焚林、种食物或是采集，意思就是说你几乎什么都不用做，满地都是食物。这一个石碑非常的巨大，是整个墨西哥古文明可能排得上前5。它是2005年发现的，它的年代非常久远，是西元前700年。但是这一块土地直到西元1400年都一直还有人居住，所以代表这个城市活跃持续了2000年以上。这是非常罕见的，可见它的物产多么的丰饶，人们根本没有理由离开。瓦斯特卡名声远播，好色、淫荡、残忍。这些瓦斯特卡人呢，被西班牙人视为广大美洲殖民地区中习俗最肮脏的一族。当时各族的其他原住民在西班牙人眼中都很残忍淫荡，但是瓦斯特卡人又特别被所有原住民说实在是看不下去。瓦斯特卡人在美西卡，也就是阿兹提克人的眼中呢，是荒淫、残忍、阳具崇拜、饮酒过量。当然这只是程度的问题，因为大家当时都是这样，而且他们喜欢裸体。瓦斯特卡地区盛产棉花，就算很多毯子、很多漂亮的布，但是他们还是连缠腰布都不穿。古代的瓦斯特卡塑像一律都是全身光溜溜，但是身上很多刺青。但不管是不是全裸，根据16世纪的记载，瓦斯特卡人身上装饰华丽，有雕刻精致的贝壳、珠宝、黄金、羽毛装饰。他们也跟中美洲其他古文明一样，都从婴儿时期就开始把头夹扁或是夹长，以此为美或是高贵的象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雕像的头饰、头型都是他们真实的样子，还有他们的审美观。他们也喜欢把牙齿错得尖尖的，也代表美跟高贵。他们也非常喜欢穿耳洞、穿鼻中隔，用骨头和贝壳来装饰。关于瓦斯特卡人有很多可疑的传言，例如他们会使用魔法幻术。另一个有名的传说呢，是伟大的图拉帝国国王的女儿看到了一个瓦斯特卡族男人来他们图拉这边市场卖辣椒，然后因为他全裸，他就看到了他巨大的鸡鸡，于是立刻陷入爱河，然后还强迫他跟他结婚。那这也引发了两族后续的一些 drama。阿兹提克人呢，有一些受瓦斯特卡的影响的节庆，也会有祭司肉巨鸟的桥段。阿兹提克人都称这个为瓦斯特卡 style。瓦斯特卡 style、sex, alcohol and more。他们雕像或塑像有非常多阴茎或是性器官，这些都跟他们宗教宇宙观有关。关于 sex 的一切都可以让土壤肥沃，植物发芽，尤其是玉米，他们的玉米神都是活力年轻的男子的形象。神话中呢，羽蛇神某次自卫的精液，让一颗石头孕育出了蝙蝠神。之后呢，蝙蝠神某一次又把大地之神的性器官咬掉，带到地下世界去洗，最后创造出了花。别族的人还有西班牙殖民者当时记录到，瓦斯特卡人总是喝得很醉，走路东倒西歪。他们还会从肛门灌酒进去，把肚子鼓得大大的，同时满足了仪式的目的，又愉悦了自己。醉酒呢，是进入一个神圣的状态，那也跟土地肥沃、丰收跟月亮有关。瓦斯特卡人本来就没有穿很多，醉酒后呢是绝对脱光光的。
这是龙舌兰女神从龙舌兰取酒的图，她胯下的蛇也象征子宫里的水。瓦斯特卡人也像所有的民族一样都有同性恋。老实说，我觉得同性恋在这里根本不是个议题。仪式中可能有象征性的或真正的性行为，无论是同性或是异性。西班牙人的文献中就有写到 Estos son los papaputos que no salían del templo， 那些永远都不会走出神庙的 gay 神父。这张图我觉得很美，因为他们嘴巴其实也算是性器官。那这个碎石呢，他们是用嘴巴去相接着，然后他们的手也这样子互相握着。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性行为的象征。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仪式，是一个年轻男士，他会穿活人献祭后剥下的女人的皮，化身为大地之母，他们昵称为我们的奶奶。仪式中也会有受孕仪式，会有很多勃起的男人围着这位穿着女人皮的年轻男性跳舞，然后最后象征性的生下玉米。他们最重要的女神是性跟污秽的女神，她会吃下肮脏跟老的东西，然后分娩出干净年轻的东西。所以祭司会依这个神话呢，在仪式中象征性或真的吃下粪便。那样呢？而且写文章的人怎么可以这么冷静？他们这么冷静，就是为了要逼我们想。他不想要用他的价值观干扰我们。他们食物充沛，好像生长在这一块天选之地，但他们真的过得无忧无虑吗？老实说，我觉得禁欲跟纵欲过度其实都是一种控制的意图。他们想要控制什么呢？我们准备回到疤痕少年，还有为什么瓦斯特卡族的疤痕艺术会特别的多呢？这些考古资料或是影片座谈中完全没有提到，因为我觉得也找不到证据。但我心中就冒出一个问题：刺青跟疤痕艺术算不算一种自残呢？我问网络 AI， 他说不是。虽然其实有很多动机或是潜意识是有重叠的，但是疤痕艺术算是一种自己选择的，透过疼痛愈合的过程，把血肉跟伤痛经过时间跟自己的力量还有忍耐变成美的东西，也是身份象征向往的印记。我觉得自残有非常多形式，而且真的大多是无形的。很多自残的人只是当下没那个力气，不然谁不想要把伤痕变成艺术呢？但是我觉得无论是被动或是主动的伤口愈合了以后，都会变成无形的艺术，也许变成微笑跟拥抱，变成理解跟温柔，那也甚至会比很多所谓的艺术更有力量，更美，也更真实。我甚至相信疤痕少年当初是真有其人，雕刻师当初只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升华成一个神的形象。它需要被记录，因为那是当时所有人的日常的转化，所有的神背后的东西，是太阳穿过树梢，树影洒在身上的东西。面对毫无选择的世界，它无法改变，无法重来，无法闭上眼睛，他甚至认不出那是痛。在那样的宇宙面前，所有人都是他。他无助又勇敢，既害怕又得面对。他永远睁着眼睛，让一切穿过他，然后把几千年来一切痛苦跟无解转化为看似很美丽的伤疤。他身后背着的是还没受伤的自己，永远的自己。他保护着他，如果幸运的话，他永远在。那是少年守护的东西。脚麻掉。你好，我是 Jenny，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内容，请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我
我们一起再继续探索。我的影片品质保证，大多就是这种 based on 我的冒险，还有专业第一手的考古资讯，还有经过我个人的消化，融合文学、心理、医学一切的一个完整的小小的作品。超级感谢陪我到这，知道你一定会有心得的，想要留言请不要害羞，尽量跟我聊天好吗？我们下次见。